些头骨上是有很明显的被兵器砍的伤痕。哇，火车道。贝尔格莱德更靠北，在塞尔维亚帝国逐渐瓦解之后，又归属于塞尔维亚王国，奋力抵抗奥斯曼帝国的入侵企图，直到1521年2月才被奥斯曼最终征服。尼什则更靠南，也更靠近奥斯曼帝国，所以1385年就被奥斯曼征服了。从贝尔格莱德到南部城市尼什的这段路乏善可陈，经常在法国和德国乡村开车的人来到塞尔维亚的乡村，会意识到唯美的田园风光并不是这个世界乡村的全部真相。道路坑洼泥泞，乡村建筑陈旧凋敝，偏远地区蹒跚行走在道边的多是些穿着破旧冬衣老农人，时时在提醒旅人，这并不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在去尼什的路上，我顺便参观了2个修道院，想感受一下塞尔维亚错综复杂的历史。马纳西亚修道院在贝尔格莱德到塞尔维亚第3大城市尼什的中途路中间。这个修道院是修道院和防御工事结合的一个典型，修得像一个碉堡一样。马纳西亚修道院建于15世纪，那个时候塞尔维亚面临着奥斯曼帝国明确且长期的战争威胁，在这里信仰需要武力来守护，而战争也需要信仰来支撑，所以这种宗教与军事结合的建筑形式虽然不是塞尔维亚独有的，却为这个国家打上了独特的历史印记。拉瓦尼察修道院埋着一个塞尔维亚的王子拉扎尔，死于1389年的科索沃之战。这个残骸也是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给摧毁的留下的遗迹。开了大半天的车，经过了高速公路、省道、小路、乡村小道，终于在傍晚时分抵达了尼什。躺在酒店的床上看电视，塞尔维亚的音乐挺好听的，东欧的流行音乐总能很好的融合本民族的音乐类型，这一地区就是典型的巴尔干流行乐，特别适合跳舞。骨头塔。尼什是塞尔维亚曾经的政治中心，它长期被奥斯曼土耳其统治。19世纪2次反抗奥斯曼土耳其的大起义是塞尔维亚民族的骄傲，骷髅塔就是第一次大起义的遗迹之一。1809年第一次塞尔维亚起义期间，塞尔维亚革命者在切加尔战役中试图解放尼什，彼得·辛杰列奇带领一支起义军对抗15000人的奥斯曼帝国军队，结果连他在内有4000人战死沙场。塞尔维亚军队战败后，奥斯曼帝国驻尼什的指挥官下令将阵亡塞尔维亚人的头颅堆成一座塔，以示警告。这座塔后来就被称为骷髅塔。骷髅塔建在当时的尼什城郊外，除了逝者家属时不时偷挖头骨回去埋葬，这座塔疏于维护，也很少有人关注。整个塞尔维亚地区被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了将近500年，反抗不断，这个是其中的一次反抗。然后4000名塞尔维亚战士和1万名土耳其士兵战死沙场。土耳其人把这些战死的塞尔维亚人的头皮剥下来，然后送回奥斯曼土耳其的国内去邀功，然后剩下的头骨就铸成了这个一座塔。当时是没有这样的一个
建筑在外面，就是这么一个不灵灵的塔。然后这些烈士的家属啊，就把这些头骨拔下来，然后再风吹日晒的，这个头骨塔就剩现在这些了。那上面的那些凹痕，本来都是有头骨的。这场起义发生在1809年，起义之后的24年，也就是1833年，这里记录了一个从东方旅行返程的法国诗人，叫做拉马蒂呢。然后路过尼什这个城市的时候，看到这个塔，然后他就写了一点东西，就说我坐在这个塔边，然后日落时分，然后强劲的风吹拂着这个塔，发出了一种特别悲凉的声音，或者是一种气氛，这样写。然后感到了这些独立战士为维护保卫自己国土的伟大，一个感性的法国诗人写的东西。你可以看到当时的塔就是这样孤零零的，什么都没有。这个可能就是这位起义军领袖的头骨，有些头骨上是有很明显的被兵器砍的伤痕，你知道，可以去想象那个真正的场面，挺残忍的。安息吧，勇士们！所以这个应该就是那个起义军领袖，记录了1809年塞尔维亚人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占领的历史。科尔韦尼克尔斯特集中营也叫做红十字集中营，是欧洲少数几个设施保存完好的纳粹集中营之一。这个地方也蛮阴森的，这个完全没有人。我说的没有人不是说没有游客，是连管理人员都没有啊！我看到，太吓人了。这个集中营的标识不是很清楚，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找到它。You have English explanation inside the building. Okay. Thank you. Downstairs, upstairs, and second floor. Okay. Thank you. This building. This building. This building you don't look because it's an office now. 这种一看就是经费不足、修缮不力的博物馆，有一个好处，就是那个感觉特别像是刚刚二战结束，德国人跑掉了，这个地方被遗弃下来的样子，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不是这种阴森的荒芜的感觉，是应该这个样子。反抗军、平民、贵族、犹太人，生活就这样永远被改变了。这个应该是一个囚犯居住的地方，是在地上、稻草上。红十字集中营在二战期间存续了3年，据信有1万多人在此遇害。我在里面待了差不多10分钟，就被那种阴森压抑的感觉给逼出了这栋房子。这个集中营没有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大，但时间已经过去了70-80年，里面令人窒息的气氛一点都没有减弱。穿过尼什城堡的大门进入尼什城堡，现在这里是个大公园。城市里还有一个爵士博物馆，爵士乐博物馆，好笑。尼什也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故乡，他不但是罗马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更在拜占庭建立了新皇宫和首都。拜占庭后来更名为君士坦丁堡，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堡公园啊，里面很大的，城墙围起来的都是城堡公园。
不通车完全不行，这个可以，挺好的。纳粹集中营实在是太让人不舒服了，这里走走就舒服多了。哦，拜占庭街道，可以，这个是拜占庭时期的街道遗址。这个是巴黎贝伊清真寺。巴黎贝伊清真寺是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建筑，现在是个艺术画廊，成了姑娘们跳舞的地方，特别好。尼什的街道很像中国某个县城的街道，嘈杂忙乱，但也多了一份自在。少年们在大街上追逐狂呼，或者击鼓歌唱。再大一些，就躲进酒吧里，在喧闹的音乐声中聊得肆无忌惮。我是在尼什第一次品尝到了塞尔维亚汉堡，价格实惠，烤肉呢现用料十足，飘香可口。在后来的许多个无处安放的夜晚，是塞尔维亚汉堡解救了饥饿的我。就一定要在这种老板都不会讲英文的小店里买塞尔维亚汉堡，应该才会好吃。昨天晚上买的很好吃。4点半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5点所有的这些酒吧、这些非必须的商店都要关门，然后就回家待着，天黑回家待着。明天我将离开尼什，前往下一站，探访隐于深山中的修道院河谷村落。